终于啊，科沃斯的旗舰系列终于更新啊！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终于啊，科沃斯的 X5 系列终于登场了，并且这次没有抢快，直接就是上定位更高、有视讯镜头避障的版本。依照惯例，先来整理科沃斯 X5 Pro Omni 的主要亮点。首先，身为硬体起家的科沃斯，这次在 X5 Pro Omni 上的基础规格依旧很猛，直接来到12800帕的顶规吸力。不要说豆子了，把金属螺丝吸起来也完全没问题。拖地则同样采用大家喜欢的双边旋转擦地模组，同时也加入了 True Edge 零系双横贴边技术。简单来说，第一个贴边就是采用低型机身设计，让前面的边刷彻底贴边。而第二个贴边就是 PP 的拖布采用机械手臂设计，做到拖地贴边，并且这次的机械手臂同样是有无极悬停的设计，机器人可以精细控制机械手臂的伸缩幅度，不只是可以贴近墙壁边缘，遇到桌角也会自动控制伸缩，做到贴边清洁。并且依照惯例，这次的拖地模组也拥有抬升设计，所以当机器人在拖地的时候遇到地毯 ，PP 的拖地模组也会自动抬起来15 mm。在回去洗拖布的路上，也会自动把模组抬高，避免污染拖干净的区域。而在定位功能上 ，X5 Pro Omni 也是直接大改款，从 S2 Omni 的单边210度方案，这次的感测器可以说是全面塞好塞满。同样采用成本更高、表现更好的航太级全嵌入式 DToF 模组以及 3D 结构光方案，这让 X5 Pro Omni 同样维持在 9.5 公分的薄型机身，穿梭在家具底下也更加自如。这也是目前最薄的旗舰机器人，可以更好的应付家中各种低矮家具，像是这种矮柜，传统机器人进不去，但 X5 Pro Omni 就可以。另外，刚才我说到 X5 Pro Omni 采用的是有镜头的设计，所以机器人是可以透过视觉辨识地板上有哪些脏污的。所以这次科沃斯也加入了 AI 脏污辨识的演算法，例如地板上有酱油脏污，你看机器人辨识到之后，就会直接用倒车的方式将污染控制在拖布区域。然后你看碰到酱油脏了，就马上回去洗。然后系统也会自动辨识是否有拖干净，不够干净的话，现在拖布洗干净了，它就会自动在污染区域重复再拖，然后再回去把拖布洗干净，然后再拖第3次，就跟人打翻东西后拖地的做法完全一样。而看到基座部分 ，X5 Pro Omni 同样是全能基座设计，拥有包括自动集成、自动帮扫帚机器人的水箱补水。再来，我们上热成像，这次 X5 Pro Omni 也提升到最高70度的热水洗拖布。并且这次的水箱内也标配了缓释银离子模组，所以除了70度高温杀菌外，在拖地的时候也同时用银离子抗菌水拖地。这次 X5 Pro Omni 也支援上下水设计，上下水模组可以直接跟 X2 Omni 共用。再来，把拖布洗干净之后，基座也会使用45度的热风自动烘干。基座也是采用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设计，整个底盘都可以拿出来，有毛小孩的话，稍微冲一下就很干净了。好，所有重点讲完。不过我在帮你的频道，扫地机器人到底有多强，实测才是最准。我们也就不废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同样会实测更新版15项地狱测试，实测全程录影，结果摆在眼前，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测试很精彩。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啊，对了，买扫地机器人一定要加入帮你扫地机器人社团，我们会专注在台版扫地机器人的选购和心得上。目前已经有18000位版友加入，不管你是要买、想买还是已经买，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喽。我们还是先从基础效能看起。科沃斯 X5 Pro Omni 同样采用科沃斯经典的方形设计，但是屁股为了伸缩手臂变得更加圆润，所以实际上就是低型设计的意思。不过我们说过，实际上无论是 X2 Omni 还是 X5 Pro Omni， 虽然看起来是方形机器人，但底层的设计思路都还是以圆形出发，所以机器人都拥有原地旋转的功能，在原地旋转还是最有效率的行走方式。不过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要做方形机器人？方形机器人到底强在哪里？简单来说，方形的优势就2个。第一，方形机器人在面对墙角、死角的覆盖率更高，并且这个覆盖率是圆形机种短期很难追上的。在我们的机器人实测数据资料库当中，一般圆形机种在边缘的覆盖率平均大约是50%到60%，加长型的边刷大概可以到65%，但是容易有颗粒物喷飞的问题。而最近流行的伸缩边刷，目前测到最好的大概就是80%到85%，而方形呢，我们直接看实测，几乎整个都起来了，实测可以达到95.1%，这就是方形的绝对优势。
不过你一定很好奇，伸缩边刷为什么无法做到90%以上的设计呢？我们翻过来看就很明确了。对比圆形机种，方形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吸尘口从原本中心的位置大幅的往前摆，搭配上左边的边刷，把垃圾拨到吸尘口，这就是为什么脏污可以一次起来。不过说真的，我觉得强化边缘覆盖，这只能算是方形的附带优势。我自己用了 X2 Omni 和 X2 Combo 超过1年的时间，我认为方形机器人真正的优势其实是3个字：清洁效率。我们还是把机器人翻过来看，这是一般的圆形机器人，而这是 X2 Pro Omni。圆形机器人的滚刷大约是16，最多17公分，而 X2 Pro Omni 因为是方形设计，吸尘口可以整个前移，所以滚刷也加长到20公分。机器人一来一回就差了7公分的宽度，用纸面计算就是高了15%到20%的清扫效率。不过本频道哪有在跟你讲想象的，直接测就知道啦。我们实测，在同样的方形空间中，我们拿圆形机种 T30 线来跑，实测长边来回总共13趟，而 X2 Pro Omni 呢只有10趟。趟数如果没感觉，我们直接跑一个2平的空间。圆形机种 X1 花了7分43秒 ，T20 Omni 花了7分30秒，而 T30 Pro 变快非常多，只花了4分32秒完成。但是即使是已经超快的 T30 Pro， 在 X5 Pro 面前还是不够快。X5 Pro Omni 只花了3分29秒就完成，省下了24%的时间。意思就是，如果你家里是40平，常规圆形机种大概要扫3个小时，快速圆形机种也要2个小时。X5 Pro Omni 可以省下1个半小时，只要1个半小时就能扫完。所以看到这边一目了然了吧？然后别忘了，再加上 X2 Pro Omni 的电池塞好塞满，来到6400毫安时，透过更高的清扫效率以及大电池解决覆盖，这台依旧是目前最适合大屏数的机种。如果你们家真的超级大 ，App 里面也还是有断点续扫的功能，机器人会在充电完成后继续把剩下的部分扫完。接着我们还是看回机器人本体 ，X5 Pro Omni 把盖子打开，可以看到机身内部配有成盒。特别的地方是，这边有一支清洁刷，方便你清理感测器。上盖采用磁吸设计，不过现在都是自动集成了，基本上你也不太需要打开盖子。接着往下看 ，X5 Pro Omni 同样采用自家 Zero Tangle 零缠双梳齿防缠绕技术 Pro 的 V 型滚刷。防缠绕的原理我们在 T30 的影片详细讲过。V 型滚刷本身有3排毛刷，2排软毛刷，1排硬毛刷的配置。透过软硬兼施，可以应付灰尘、缝隙和地毯，并且科沃斯在 V 型的滚刷上还加入了导电丝的设计，毛发和灰尘比较不容易粘附残留在滚刷上。而防缠绕的秘密在机身内部，这里你看，这里有2排梳齿，在滚刷高速运转的时候，梳齿就会把毛发从滚刷上分离下来，做到不缠绕。而在拖地模组上，采用的是大家喜欢的双边旋转拖地模组，并且同样有 True Edge 零系双横贴边技术。在拖地的时候，这只机械手臂就会自动伸出来，贴近墙壁边缘，以座椅脚边拖地。不过科沃斯的伸缩手臂有一点与其他家不同，就是它的伸缩手臂是有电控模组的，官方叫做无极悬停设计。意思就是机器人可以透过机身侧边的防碰撞感测器去侦测物体距离，然后丝滑的控制拖部伸缩，不管遇到什么物体都可以极致贴边。相较起一般只能伸跟缩的方案，也可以做到更大的覆盖面积。另外，这次不只是拖地会贴边 ，X5 Pro Omni 也加入了针对桌角、椅角的扫地贴边。你看，现在机器人侦测了桌角之后，就会完全贴着桌角边缘扫一圈。路径上也是目前测过所有方形机器人最丝滑的一台。另外要注意，科沃斯 True Edge 的机械手臂是会全程伸出来的，并且采用113拖过去、24拖回来的方式达成覆盖。转弯的时候，拖布也会自动收回，这样转弯处就不用再拖一次。但是经过我们实测 ，X5 Pro Omni 这次来回的密度更高，意思就是它其实每次只会往右移动一点点，你可以理解成每一行都会被拖到2次的意思。所以在 App 里面，我就建议大家不用手动选拖2次，或是调整为精细模式，因为现在预设就会直接帮你拖2次了。另外，这是针对方形机器人的贴边，科沃斯也加入了2套新的算法。第一套算法是遇到90度墙角，你看它会在完全贴到墙壁，用倒车的方式尽量覆盖到90度墙角。而第二套算法是，如果遇到的是凸出来的90度转角，机器人也会自动做到双贴边，2侧都不会漏扫。另外，这2套算法并非每次都会启用，机器人还是会考虑贴边距离是否足够，提高清扫效率。
同时这次的拖地模组同样是有 15mm 抬升设计的，所以在 App 里面也可以选择纯扫地、纯拖地或是先扫后拖的清扫方式。然后机器人在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也会自动抬升拖布，尽可能避免污染。另外有地毯的家庭建议开启地毯增压功能，机器人会自动辨识地毯，然后把吸力开大，这样更容易把脏污从缝隙中吸出来。另外记得在实验室当中开启 AI 污渍策略清洁，打开来后 X5 Pro Omni 辨识到地板上有水渍脏污，就会自动采用最适合的方式进行敷拖。其中一个玩法就是机器人在辨识到酱油污渍的时候，就会自动透过倒车的方式拖地，完全避开边刷和吸尘口，自然就不会有沾到的问题了。并且它拖完后就会马上回去把拖布洗干净，然后再来拖一次。然后再马上回去洗。如果还不够干净，它会再拖一次，最多总共会拖3次，并且科沃斯的这个做法是直接把脏污控制在小范围当中，不会把污染抹开。这个 idea 实现得很不错。而在定位技术上 ，X5 Pro Omni 可以说是完全大改。从 S2 Omni 单边210度，这次 X2 Pro Omni 可以说是好料全部用上。正面直接装了一颗360度的 DToF 模组，覆盖前侧180度。然后我们上红外线摄影机，可以看到 X5 Pro Omni 同样有 3D 结构光模组，侧边也有贴墙感测器，然后再搭配上视讯镜头，所以避障表现上也会更加游刃有余。另外 X5 Pro Omni 还是有即时避障的特异功能。例如，它在清扫过程中，我直接丢一个物体在它前面，你看它会马上停止，然后稍微转弯避开，跟自动驾驶相同。能做到这个功能的原因也很简单 ，X5 Pro Omni 用了一颗以机器人来说算力极高的 AI 晶片，搭配上新的 Ina 2.0 模型，这让 X5 Pro Omni 在清扫时的路线可以做到即时计算，环境只要一改变，它就会马上计算出最适合的清洁策略。此外 ，X5 Pro Omni 同样支援了 OK Echo 语音助手的功能，像是你可以跟它说 ：“OK Echo， 我在听，打扫卧室。”好的，即将前往。机器人就会前往你 App 上命名卧室的那间打扫。OK Echo， 请说。清洗拖布。OK， 开始清洁拖布。OK Echo， 请说。回家。OK， 返回基座。目前玩下来，虽然跟 Google、Siri 当然不能比，但 Echo 在机器人当中真的是已经比较聪明的那个。另外，这次 App 有一个 Echo 增强版体验的选项，打开来之后就会变成大语言模型，可以更自然的对话，你就可以自然的讲，不用去背指令，对老一辈更友善，并且你还可以讲超长指令，比如我先在 App 里面把吸力水量都设定在最小，然后我说 OK Echo， 我在这里。帮我们把吸力调到最高，水量调到最大，然后到房间扫拖2次，然后它就会一个一个帮你设定好。OK， 水量已调整到最大。好的，先去扫地扫拖。你看，原本吸力最小，现在已经是最大，水量也从最小变成最高。然后原本扫拖1次，现在改成扫拖2次，全部正确。大模型真的比之前好用很多啊！我现在都直接 OK Echo 不用开 App 了。接着，我们看回基座，这是 X5 Pro Omni 基座跟 S2 Omni 外观尺寸相近，主要改善体验。然后上下水模组是完全可以共用的。首先是清水箱，这次同样标配缓释银离子模组，在拖地的时候就有抗菌水，然后水箱也比较不容易臭。但要注意，它只是延长一段时间，不是说有银离子就不会臭哦。然后记得定期更换。而在洗拖布上 ，X5 Pro Omni 也加入了最高70度热水洗拖布的功能。当机器人回家洗拖布的时候，水温就被瞬间加热到70度，透过热成像拍起来就很清楚了。拖布洗完都还是热的。家里如果有毛小孩的朋友，热水洗拖布绝对是必备功能，非常有用。然后应对厨房飘出来的油污也是非常有效。但是如果厨房会有面粉出没，那就建议斟酌开启热水洗避免在基站里面苟浅。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绝对是建议开启的，明显有感。另外，洗拖布模式也有3档可以调整，一般标准就够用。如果是宠物家庭，狗狗有脚臭的话，建议选择深度。此外，科沃斯这个设计比较好，洗拖布的时候会有进度，
也可以打断暂停清洗。洗干净之后，基座就会自动热风烘干，可以在2到4小时当中进行调整。实测夏天3小时一定干，冬天或是比较潮湿，建议4个小时。最后一个重点，这次 X2 Pro Omni 的吸力也大提升，从上一代的8000帕直接拉到惊人的12800帕，会是目前市场上你能买到的最大吸力。补充说明，一般家庭其实5-6千帕就非常够用了，所以如果没有狗毛、没有很多灰尘、小碎石的家庭，一般我们选标准就很够用，也比较不伤电池。而如果有狗毛，那就建议选第3档，叫做最强的选择。然后12800帕可以在超强模式中完全解锁。续航上则是搭配6400毫安时的大电池，这也是方形机种有更多空间堆料的地方。同时 X2 Pro Omni 同样有内建隐藏水箱的设计，回到基座的时候就会自动补水，所以你完全不用管它，它就会自动把水加满。拖地的时候就会自动出水，保持湿润。App 里面这次也提供了3档的水量可以选，在我的体验当中，一般超耐磨第2档就非常够用，而如果是瓷砖家庭，建议从最低的档位开始选，不够湿再往上加，因为越湿越容易有水痕。此外 App 里面也有回去洗拖布的频率，可以依照时间或是空间回洗，时间预设是15分钟，可以在10到25分之间选择。重点讲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再度更新的全新15关实测环节。第一关清洁力测试，我们准备了3个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分别是饼干碎屑、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总计30克的测试物，分别代表小脏污、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可以观察机器人是否可以扫起来、吸起来，然后圆形就是魔王码，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飞。好，开始测试。可以看到 X2 Pro Omni 采用短边刷设计，所以颗粒物不会有大幅弹飞的问题，都在可控范围。几乎所有脏污都有回收回来，测试完成。我们最后来称重 ，X2 Pro Omni 原本30克，最后回收达到29.75克，回收比例达到 99.16%， 就是目前极限机器人第一梯队的表现，过关。第2关来到方形机器人的重点项目——角落清洁测试。我们同样控制了10克的饼干碎屑，平均铺在墙角测试。可以看到 X2 Pro Omni 在面对墙角的时候会完美服贴。其实后来 S2 Omni 韧体更新之后，也可以做到完美贴边。韧体是一直有在更新的。好啦，题外话，来称重。原本10克的饼干屑回来的有 9.51 克，回收比例达到 95.1%， 毫无疑问是目前边缘回收排行榜的第1名。第3关，我们来测清扫时间。这次我们同样把不同组合的测试结果做成表格，更加一目了然。然后也补充说明，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大约花费8分钟左右完成清扫，所以比8分钟短就是比常规更快的意思。而经过我们实测 ，X2 Pro Omni 在开灯纯扫地之下花费3分29秒完成扫地，开灯扫加拖之下花费6分55秒，而如果是关灯扫加拖，则是花费6分52秒。所以可以看到，采用 DToF 加3D 结构光方案的好处，就是开关灯都不会影响清扫时间。从测试结果来看 ，X2 Pro Omni 的清扫效率高，的确是一台适合大坪数的机种。然后可以看到，这次扫加拖的清扫时间大概就是纯扫地的2倍，原因就是这次 X5 Pro Omni 新的路线预设就是会扫拖2次，所以大家用预设的设定就可以，不用再手动选精细路径或是拖2次的选项。如果你选拖2次，就相当于同一条拖了4次，没必要。另外，这次之所以预设拖2次，原因就是 X5 Pro Omni 即使拖2次之下，也比常规8分钟更短，只花了6分55秒就完整拖2次。第4关，头发缠绕测试。这个项目我们也再度改版，我们准备了短发组以及长发组进行测试，但我们的短发其实也不短，设定在40到50公分，长发则是设定在70到80公分，每组各准备1克进行测试。不要小看1克啊，其实超级多，完全可以把整个测试空间铺满啊。那我们开测，先来实测常规40到50公分的毛发测试，我们把地板整个铺满，测试开始。经过我们实测 ，X5 Pro Omni 完全没问题，只要它有持续运作，毛发就会慢慢的从滚刷上分离，最终打扫结束时几乎没有毛发残留。50公分组过关。接着我们把强度拉高，测试魔王关，直接一整片长发，然后稍微打结，让它一次吸走。
实测结束。打结这种就真的没办法，部分会留在滚刷上。不过我们先前说过 ，V 型滚刷的概念就是胶刷再加上毛，所以你只要稍微用力往旁边推，就整个下来了，清理也算容易，不需要用到剪刀。然后80公分组边刷就会有缠绕了。第5关障碍物测试。经过我们测试，如果你想要有最好的壁撞效果，一定要在 App 当中手动调整，把 Ivy 3D 2.0 打开后，选择高灵敏度，然后再到实验室当中打开加油宠物，选择宠物便便回避策略，这样就可以获得最佳壁撞效果。接下来直接开测，我们直接进入到魔王关，把灯直接关掉。喜欢看红外线画面的朋友，这个环节也可以一起来观察 X2 Pro Omni 的 DToF 和 3D 结构光，还有贴边模组的运作表现。科沃斯这套方案的好处就是开关灯基本上不太影响它运作。可以看到，机器人同样先沿边缘清扫，然后在90度转角的地方也都会倒车把边缘拖干净，甚至连这边为了要避开电线，这边有一个虚拟的90度转角，它也会倒车拖地。不过这种长边不够的转角，它就会选择不倒车。然后回到基座的时候，科沃斯这次也会把基座车道扫干净。不过在移角边缘覆盖表现，虽然无法像圆形一样从容，但机器人还是会尽量用边缘开进90度转角，透过伸缩机械臂拖布达到贴边清洁，提升清扫覆盖。而在避障表现上，地板上的充电线、宠物便便过关，而延长线这边因为比感测器还要低，所以只能靠碰觉感知，有稍微碰到边缘，但碰到撞板后就转向，没有骑上去或缠绕。圆形柱状物的绕边表现不错，科沃斯的方形针对绕边已经调得很好了。看到玩偶部分，也是采用现在主流的做法，机器人会轻轻的去碰，尝试把它推开。原因很简单，之前很多品牌为了强调避障，都可以做到完全不碰到，这反而容易造成有地方漏扫。所以大概从今年初的机种开始，各家都陆续加入会尝试玩偶和卫生纸团的演算法，这样才不会有一团卫生纸就让整个房间漏扫的问题发生。然后你看，清洁到最后，机器人还会在沿边再拖一圈，做最后收尾，避免周围有残留，这也是这次新增的功能。第6关，接着我们开灯再测一次。基本上路径与辨识行为跟开灯完全相同，机器人会先沿着边缘清扫，然后在90度转角的地方也都会倒车拖边缘。而在避障表现上，在开灯的情况下，地板上的充电线、宠物便便都过关，没有骑上去或缠绕，延长线一样过低，但圆形柱状物的绕边表现不错。玩偶的部分 ，X2 Pro Omni 会尝试贴着玩偶边缘清扫，符合目前的主流避障表现，没有太大问题，有视觉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第7关，我们来实测拖地的魔王关，这种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X2 Pro Omni 也是 OK， 完全没问题。科沃斯的旋转拖布也是很成熟了，基本不用担心。然后遇到湿酱油，就跟我们前面测过的相同，机器人会自动用倒车的方式把酱油拖干净，然后拖完一次就马上回去洗干净。洗干净后再回来把剩下的拖干净，最多会拖3次。第8关，噪音测试。我们说过，只管吸力不管噪音的设计就是在耍流氓。这边直接上表格 ，X5 Pro Omni 总共有4档，在静音下可达60分贝，开到第4档超强则会是71分贝。12800帕之下的声音很有感，但是日常选择标准就非常够用了。然后开启地毯增压，也就是上到地毯的时候，自动把吸力开到最大。平常开到最强不会干净多少，但是很伤电池。第9关，续航。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都统一标准，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可以完成21次的清扫，总时长可以达到大约252分钟的清扫时间。这个续航对应大坪数的确非常够用。第10关，充电测试。X2 Pro Omni 从 15% 开始充电，大约耗时4小时完全充满。以扫地机器人来说，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表现。第11关，拖布清洁测试。我们就直接魔王关就好，我们把拖布泡在酱油加酱油膏的污水中。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拖布，接着是 After 脏掉的拖布。接着我们让机器人用70度热水清洗，结果出炉。大家看图就很明确，拖布也是洗得够干净，这个技术很成熟了，不用太担心。
第12关基座集成测试，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塞半满的狗毛，开始集成。来看结果 ，X5 Pro Omni 这次有2个小惊喜。第一个是科沃斯的集成风机一直以来都用的比较好，所以吸力很大。看结果，这个新版的集成盒也吸得够干净，没有残留。第2个小惊喜是，这次的风机感觉又更强，所以集成的速度变很快。你听，即将开始清空集成盒，在集成然后。这样就完成了。集成时的噪音大概是76分贝，也 OK。第13关地毯，开始测试。你看，当机器人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屁股的模组就会自动抬高 ，OK。中长毛地毯也 OK， 会抬升。接着测长毛地毯，你看它辨识到了长毛，它就不会硬上去了，只会在边缘绕。另外，如果你希望它完全不要上地毯，那也 OK， 地图里面直接选择避开地毯即可，它就都不会上到地毯。另外，如果你的地垫是可以湿拖的，那也可以选择忽略地毯，它就会照常在上面拖地。最后第14关乐章测试，这是 X5 Pro Omni 的强项。从 S2 Omni 开始，科沃斯的动力模组就非常强，在乐章上可以说是扫地机界的坦克。官方标示乐章高度为22 mm， 直接上实测。X5 Pro Omni 1公分的坎 OK。接着我们稍微超标测 2.3 公分的坎，其实也可以过去，没问题，闯关成功，并且我们是装着拖布一起测试的，表现也 OK。不过如果大家家里的门槛比较高，我还是建议直接买扫地机器人专用的门槛辅助垫，让机器人优雅的清扫。最后的最后一关，我们来实测卡机器人大魔王，也就是 IKEA 躺椅。这边直接看实测画面，没有卡住，过关。好，竖向测试结束。整体来说，这次 X5 Pro Omni 就如同我们预期的相同，这依旧是一台非常适合大坪数家庭的机器。首先，在基础效能拥有旗舰 D-T 队的超大吸力，可以轻松应付地毯家庭。然后科沃斯的拖地表现一直都是稳定在线的，这点没有太大问题。然后续航力表现也非常充足，充电一次就可以达到4个小时左右的清扫时间，盘算单趟大概可以做到实际42坪的清扫。同时，因为方形设计的关系，在清扫效率上也是原型机种短期难以超越的地方。另外，这次整个路径规划和硬体明显比 X2 Omni 成熟很多。上一代受限于单边感测器，在机座外定位上只能说是常规水准。而 X5 Pro Omni 其中一个很有感的地方，就是当你把机器人拿到任何位置放下去，很快就能校正到地图上正确的位置。除此之外，这次新增了贴边演算法、90度转角的拖地算法，然后对应90度凸角的算法，还有针对水渍污渍的倒车算法，并且把脏污控制在小区域解决，马上回去洗，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然后真的必须说，这次的定位和稳定度相较起 X2 Omni 首款方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然后各种新的路径规划细节解决了上一代我们讲到的很多缺憾，这点是真的值得给个鼓励。如果要说期待的话，主要有2个。第一，在 App 设计上，目前整体的排版已经比过往逻辑清晰非常多，并且回应速度很好。但是如果能有更多功能细节，例如会及时显示避障物件、水温等等，会更实用。第二，这个就是未来展望。目前方形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效率高，然后风机、电力还有动力系统都优于原型机种。那最大的原因就是方形有更多的空间能塞进行发挥。但对小坪数来说，如果能把方形的优势也整合进原型，然后下放 T 系列机种，那也是令人期待的做法。最后来聊选购部分，我觉得很明确啊，今年的科沃斯2台机器 X5 Pro Omni 和 T30 Pro 几乎不用纠结，大坪数家庭就是 X 系列首选，在意避障、在意视觉避障功能以及宠物家庭需要大吸力就是 X5 Pro Omni。而一般小家庭20坪上下 ，T30 Pro 竞争力依旧很高，即使到今天为止，还是 CP 值和功能没有对手的选择。大吸力、伸缩拖布，然后2万不到的价格很优，主要就是差在没有镜头，避障表现无法跟 X 系列相比。最后的时间带大家看一下 App 功能的重点。X5 Pro Omni 同样是使用 Ecovacs Home 的 App，
这次在界面上也是再次改版，主选单上可以看到分成机器人和基站2个分页，然后地图就是选这个地方。如果你都是一层楼使用，记得楼层设计选择单楼层，然后在地图建立完成之后，你先实际扫一次，然后到这里按锁定地图，这样地图就不会跳掉，会稳定很多。在地图建立完成后，你就可以在地图上加上禁区、分割空间或是合并空间，然后你可以帮每个房间命名，之后就可以透过 OK 口叫它去清扫不同房间。然后机器人设定，如果20-30平，建议都先选先扫后拖，干湿分离更干爽。大坪数为了时间考量，那就选择边扫边拖，然后吸力选标准，水量都是从最低开始选，不够再加，拖地效率选标准就很够。然后这次建议大家选拖一次其实就很够，因为新的路径演算法，你选拖一次其实就相当拖2次了，本来就会更干净。不够的话，你再选拖2次。底部高级设定点进来，大坪数记得开断点续扫，勿扰没必要关闭就好。地毯增压避开，家里环境不复杂，可以开智慧托管。然后 True Edge 就是贴边的意思。Ivy 3D 2.0 在意壁障，务必请选高灵敏度，但多少会减少覆盖面积，因为机器人会比较小心嘛。然后科沃斯的进阶功能，记得到实验室里面打开。如果要避开便便，记得选加油宠物，然后把便便回避打开。但是我说过很多次，便便很看天时地利和形状，千万不要完全相信。训练好毛小孩还是上策。然后 AI 污渍策略清洁，就是倒车拖水渍的意思，也打开。然后基座这个选单，你可以手动集成、开始或结束烘干、手动清洗拖布。平常家里是太脏的话，2-3个月把底盘拿出来冲一冲就好。然后底座可以整个拿出来，这个还是好评。最后的最后，机器人的尺寸我也直接帮大家量好，打出来在这里，我都有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要做柜子的可以直接参考就好。这边也提供水箱的高度，记得要留手部空间5到10公分，会比较好拿冲雨。好，节目来到了尾声，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尽可能有限的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也记得加入邦尼的扫地机器人社团。如果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想要知道的问题，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